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就是大师兄的专场了。为了能更好的叙述人物，还是第一人称，接受不了的那就只能说抱歉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大师兄。要介绍自己的话，还真是有点害羞呢。想来想去，还是从那天开始讲起吧。那一天，我同时被几只杀手兔追杀，被逼到悬崖边的我，情急之下爆发出了猛火，将他们全部赶跑了。虽然打败了他们，但我却对他们产生了阴影。对了，也就是这一天，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训练家真丝，他对我很是严苛，每天都要进行各种特训，目的就是要把我的猛火逼出来。为此我受了不少苦头，但是看见自己身边的同伴也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慢慢的我也就习惯了。我知道不能使出猛火，我在这个队伍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第一次见到小智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我像往常一样被真丝派上去对战，可是却输给了一只猴子。不过说来也是缘分，后来陆陆续续又遇到了他好几次。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真的是个特别温柔的人。当我被真丝训斥的时候，他每次都帮我说话，甚至有一次我在训练中不小心误伤了他，当时我特别自责，可没想到他不仅没怪我，还夸我力量变强了，这让我很是感动。在真丝身边，我时常能感受到他的冷漠和对我的失望，总感觉有一天他会不要我。果然那一天还真的来了。在一次双打比赛中，我再一次碰上了曾经的噩梦杀手兔，那是我一生都不愿意再面对的对手。说起来也真是丢人，那一天我竟然直接吓得不敢还手，还好小智的草苗龟一直在帮我。然而当我看到草苗龟因为保护我而倒在我面前时，我想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动不起来，就真的是太窝囊了。我冲了上去，接住了对方的火焰，准备开始反击，但是真丝却迟迟不肯对我下命令。那一刻我非常孤立无援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小智的声音响起后，我仿佛得到了解脱，立马听他的话打败了对手。这场比赛结束后，果不其然，真丝让我离开。虽然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预感了，但真要走的时候，内心还是非常苦涩的。然而这个时候小智叫住了我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。当时我内心还是有点犹豫的，因为不想再次受到伤害，但看到他那真诚的眼神时，我完全没有理由拒绝啊。跟小智在一起完全就是另一种感觉了，第一次跟他们吃饭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相处模式。以前我都是一个人吃，吃完后立马就去训练。对了，他们的训练方式也是如此的特别，我在旁边都看呆了。这个时候小智突然提出要我和小光的缘起而对战，因为属性不利，我最后还是输了。那一刻我真的无比的慌乱，输了怎么办？又要挨骂了吗？会不会又被抛弃一次？我害怕的闭住了双眼，可是小智却是一副那么温柔的眼神，小光他们也都夸我厉害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他们这样的人？那一刻我忍不住了，一直以来的委屈在此刻化作泪水。原来还有这样温柔的训练家。这天晚上我做了噩梦，又梦到以前跟真丝在一起的日子，果不其然失眠了。我出去走走，想散散心，结果却遇到了那只猫。说来跟他也见过好几次了，他貌似一直对我没有什么恶意。最后我陪他看了一块月亮，临走前他对我说要我抛弃过去，为现在而活。是啊，是时候该忘记过去了。现在我是小智的神奇宝贝，我要开始全新的生活。要进入新生活，那肯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好在小智身边的人都很好，我慢慢的也就适应了。然而老天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又给我施下了考验，因为出了一些事情，我的同伴全被关在了一个玻璃容器里，而杀手兔正在迫害他们。说实话我很怕，真的很怕面对，但是如果我不去救他们，我的同伴就会有危险。这个时候小智突然对我说我很优秀，要我相信自己。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，于是便一口气打败了3只杀手兔。打赢后的我不停地傻笑着，因为我知道我终于可以开始新生活了。跟小智在一起也是要挑战道馆的，提到道馆赛我就很自信了，因为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赢的，只有在挑战帷幕道馆的时候，我上场打了一下酱油，就被对方的路卡利欧打败了。最后幽灵系道馆的时候，
小智让我学习了回击日盾，这个绝招真的是特别好使，既可以攻击又可以防御。我用这招成功打败了一只梦妖魔。随后小智又派我上场对付这个道馆馆主的最强神奇宝贝幽灵气球。虽然过程很艰辛，但我还是赢了。对付刚系道馆，小智也让我首战。对付一面镜子，对方真的是好厉害，竟然一招就让天上下起雨来了。这就让我很尴尬了，只好挖洞钻进去。但这种防御肯定还是不行的，我只好使出大招跟他硬刚了一波。最后我勉强站了起来，但已经身负重伤了。打冰系道馆的时候，那我肯定也是要上场的，毕竟属性有利嘛。我先打败了对方的雪地怪，然后对方终于派上了一个大家伙，一看就是他手里最强的。小智见状先把我收了回去。随后我再次登场时，那个大家伙已经被我的伙伴们削弱了一定的体力，但还是很不好对付啊。这个时候小智突发奇想，让我踩在冰块上行动，这样速度就提上来了。但是刚开始我完全就不会啊，要不是我学习能力好，这个临时想到的招式肯定是不管用的。嘿嘿，最后这个大家伙就被我打倒了。然而在打最后一个道馆的途中，就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那一天，小智和真丝要举行一场比较正式的比赛。当我上场的时候，小智完全就处于不利的地位。我愤然之下，一下子就打败了这只熊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只熊虽然很厉害，但一次都没打赢过我。嘿嘿，由于内心非常希望小智能赢，抱着这股信念，我进化了。进化后，我以为自己就能够打赢曾经的死对头电击兽，可是不甘心啊！下一次我一定要赢。这场比赛不久后，我又进化了。那一天，我被一只强悍的企鹅打飞后，体内的猛火又爆发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，只想尽情地发泄体内的力量。迷糊中，我感觉到小智又在胡来了。他正面承受住了我的攻击，在我耳边对我说：“不要被吞噬，不要被吞噬。”我才恢复了理智，并进化了。这就是我的最终形态了。来了，我的老对手，我来帮你了。最后一个道馆自然是最难攻克的，这只雷鸣师的能力相当的强，完全就压制住了我。在绝望之际，我体内的猛火再次爆发。这个时候，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，他们似乎又怕我失控，但我这次不会了。小智他相信我，我又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驾驭猛火后的我果然力量大增，雷鸣师也就被我劝退了。打赢所有的道馆后，终于就是最后的舞台了。小智又和真丝碰上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帮小智。我是第二个被派上场的，对手是波什可多拉，是个好家伙，但力量的对决我可不怕。干掉他之后，我就被小智换下了场。第二个对手是铁面忍者，我上场的时候开了一个大，把整个场地都燃烧了起来。铁面忍者也受到了波及，他速度变慢后就被我一拳打飞了。第三次出场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决战了，对手果然又是他。来吧，这就是最后的较量了。我和他都卯足了劲，互拼绝招。然一个不小心中了他的打雷，我一度晕厥，体力达到极限。但也正是因为这点，又引发了我体内的猛火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抱着这个信念，我疯狂出书，最后终于把他打趴下了。可是这场比赛打
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